做的这些个事儿，没有一件是丈夫应该干的事儿。领证前把女孩宠成公主，骗到手之后对妻子拳打脚踢、破口大骂，这差距简直天差地别，让全场嘉宾都在怒斥这家暴的男生。涂磊老师和于继静老师直接让他鞠躬道歉，先道歉，应该吧？对不起，老婆，不应该打你，也可能当时我是特别冲动，原谅我吧。鞠躬，原谅我吧，媳妇儿。鞠认真一点。原谅我吧，媳妇儿。做的这些个事儿，没有一件是丈夫应该干的事儿。刚才徐伟说你没有底线，你也确实太不把自己当人了。别人不把你当人，你要自己把自己当人看。男子做出的事情究竟有多过分，让两位老师如此大发雷霆之怒，也要让他先赔礼道歉先呢？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祝您平安喜乐，好运连连，来年一定发大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故事的男主人公小张24岁，来自河北唐山市，自己在开理发店；女主人公小刘22岁，来自东北哈尔滨，本身是一名舞蹈老师，但是现在是男子理发店的小杂工。两人一上台，赵川就迫不及待问道：“结婚有多久啊？”“领证了，但是没结婚呢，没办酒席。”“嘿嘿嘿，领了证不就结了婚了吗，姑娘？”“但是他们家到现在还没有办酒席。”“这跟酒席没关系啊，在法律上你们是夫妻了啊。你告诉我，你领证多久了？”“领证得有半年了吧。”“哦，新婚夫妇啊，什么问题啊？”“就是我感觉他把我骗到手之后就不在乎我了。”从女孩小刘口中得知，结婚前对自己百般好的丈夫，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对自己承诺过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做到了。难道男人都是得到后就不懂得珍惜吗？我想这不能代表所有人，因为丈夫要开理发店，妻子就把2年赚的钱都给了他，丈夫还承诺妻子给他做老板娘，收钱就行了，然后把舞蹈老师的工作先辞掉，帮忙把店做起来就可以了。而事与愿违，店里生意并不是特别好，这还不是最过分的。接着女孩说道，曾经答应他领证后尽快摆酒席，但男生却又一次忽悠了女孩，因为当时女方家只收了男方家6万彩礼，却被男方家嫌东嫌西。接着男生说到让人不淡定的一幕，还离家出走过。我离家出走因为什么呀？不是因为你就摆办酒席这些事情跟我妈妈打电话说你不答应跟我过了，还跟我妈妈放狠话说要把彩礼钱退回来，要跟我离婚。承诺好的酒席迟迟不肯兑现，因此和丈夫理论争吵，丈夫竟然还要说要退彩礼，彩礼6万块钱真的不贵，江西那边38.8万那才叫天价彩礼，个人觉得10以内彩礼都能接受。言归正传，女孩因为这件事去跟闺蜜住了一段时间，此事告一段落后，女孩又暴露出更加让人气愤的一幕。在店上当小工，晚上回家当保姆，什么事都让我干，就是家务什么的她都不让我父母插手。女的在家不应该做点家务啊？是应该做家务，但是什么事都让我做。我在店里一天我也挺忙的，回到家我也想好好休息一会儿，可是什么事都让我做，找我做这找我做那个，我就抱怨了几句，他甚至还上了那脾气打我动手。不好好宠女孩，让她干活12小时当小工使唤，这也是算了，还要让她回到家各种家务活，因为累了不想干家务，却被丈夫暴打，而丈夫却狡辩是自己一时冲动。就这样的男人还跟着她干嘛？能看到希望吗？不仅仅工作累，还没有工资拿，每天在店里12个小时，回到家还要一个人干全部家务活，是头牛都受不了呀。俗话说家暴只有0次和无数次，且看后面是否还有家暴的事情。接着赵川问到女孩为什么会认识这种男人，原因居然是男子的一个朋友是舞蹈老师，经常去那里遛弯，认识了女孩，就开始追求她。追爱的过程中百般的好，从来没有出现过现在这种不好的事物。接着女孩委屈的哭了起来，帮我一段时间，帮我这段时间就是艰难，这段时间过去之后你再回去做你的事业。等过后领完证之后我再跟他提，他大半天就开始骂我，他甚至那天打完我之后，甚至把我衣裳都收拾，大半夜的给我扔到外面，让我滚回老家去。我就想跟你在一起2年多了，我挺不容易的，因为跟你结婚，我父母也不想让我嫁到这么远，我还闹了别扭，闹挺僵的。你现在说让我来就来，说让我走就走，你拿我当什么了？拿我当你老婆了吗？这难道就是远嫁女人的悲哀吗？赶你走，你连去哪都不知道。如果远嫁是这样的代价，宁愿单身。所以远嫁的女孩一定要看清男人的真面目再嫁，不然他打你骂你赶你出去，你父母都看不到，并且你都不敢跟父母说。所有的委屈只有自己扛，后悔的也只有你自己了。而女孩也暴露到自己不喜欢做美发，喜欢自己的跳舞工作，但是丈夫却不允许，一提出要去做老师就被打被骂，甚至当着员工和顾客的面破口大骂。这2年来在理发店没有1分钱工资，还变成了男人的保姆，想想都委屈。女孩说出了当时的情景。参加婚礼去，你也知道啊，但是回来之后他就拽着，当这么多人顾客面就开始骂我，也是。你当时为什么要嫁他呀？因为刚开始没结婚，对我挺好的，对我特别好，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参加朋友的婚礼，开车来回要1个多小时，却只给女孩2个小时时间，连叙旧的时间都没有。回来迟到了一点点，就不顾面子开始骂，还一把拖着女孩的胳膊。这样的男人来连自己最基本的情绪都控制不了，以后家暴的次数绝对不会少。赵川都看不下去男生的所作所为，深深的叹了一口气，说道：“来这个节目的，我来干嘛？我想跟他离婚，但是一想之前又心里有点软了，但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我想请各位老师帮我出出主意。”女孩已经看清了男生们，竟然主动提出要离婚，而男生这边却不愿意。也许是这个免费的长工和免费的保姆使唤起来极其顺手，不舍得让他离开吧。一个男人克制妻子的自由，把妻子活生生逼成他事业的工具，而他自己却说关门和朋友去喝酒就关门了，还喝到凌晨2、3点。这样的男人还要继续下去吗？接下来的一幕也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能踹我呀！你这大事故小件，你把你父母都吵醒了，我就踢了你一下。也不算踹，就挨了你一下也就而已。你反过来不也是打我了吗？不止1次2次了，这第2次了。没想到妻子让醉酒回来的丈夫小点声，却遭到丈夫的再一次毒打。看着女孩委屈的泪水，就可以看出心事有多痛。故事到这里也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屏幕前的你觉得女孩应该离婚吗？家暴的男生可以被原谅吗？这样极端的性格，情值得被托付终身吗？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接下来赵川把这个情感纠葛交给了嘉宾老师。首先点评的是于寂静老师。一个最关心的问题，打过你2次对吗？对。赔礼道歉了吗？没有。先赔礼道歉。如果连这个事儿都做不到的话，咱这话没得谈了。先道歉，应该吧？对不起，老婆，不应该打你，也可能当时我是特别冲动，原谅我吧。原谅我吧，媳妇儿。去认真一点。原谅我吧，媳妇儿。纵容和包容不是一个概念，打人这件事情不能忍，坚决不能忍，要不然你的日子是没办法过的。所以，请你坚守立场。2次的家暴，他如果不能为这2次家暴付出代价和自我惩罚，那日子对不起了，先暂停。于寂静老师看不惯男生的所作所为，首先不提也不要离婚的事实，先为之前打女人的恶劣行为道歉先。而涂磊老师也在一旁附和，一定要认真鞠躬道歉，这样才有一丝丝的诚意。如果一个男人接连2次家暴而没有付出代价的话，那基本上这一辈子女方都会生活在家暴的阴影里面，这是一件很严重的问题。而家暴不仅仅只是鞠躬就能解决的，男生心里应该有羞愧反省的意思。一个男人在落魄的时候，那自己的老婆当初气筒是没有出息的行为，可以说一个男人都算不上。而就这样的男人怎么可能干成事业呢？建议2人先出去打工，积累社会经验，先学会做好一个人，再学人家做生意。而呼吁大家面对家暴，不管是男人家暴还是女人家暴，都不能忍气吞声，不然的话只会换来变本加厉。要懂得及时止损，要是真改不了直接分开。接着是曲伟老师犀利的点评。知道他为什么一次又一次的打你吗？知道。知道为什么他不断的辱骂你？知道。知道为什么限制你的自由吗？知道。因为什么？太纵容他了。对，就是你一次又一次的所谓的包容，你这完全没有原则，没有底线。曲伟老师从女方的角度说出了事情也是因为女方的纵容导致的。要是一开始打你骂你，你直接发飙还回去，或者就分手离婚，也许就不会让男生变本加厉的羞辱女生了。而在男生眼里，妮子在店里面干12小时的工作，回到家还要做保姆伺候的，却换不来一丝丝的尊重。要是女孩有自己的原则底线，有自己的工作收入，而且做一个独立的人格，没有哪个男生敢这样欺负你。在婚姻爱情中最重要的就是尊重，而得到尊重首先要先自己是一个独立的生活条件，不被丈夫或者男友左右。这段感情如果不离婚，就要从女生拥有自己的事业开始。接着是涂磊老师一针见血的点评。我们只敬佩2种人，第一种是在年少的时候陪着自己的男人过苦日子的女人，第2种在年长的时候陪着自己的原配过好日子的男人。前者是爱的代价，后者是婚姻的责任。涂磊老师犀利地指出女孩的问题，现在她在做前者的事情，她愿意陪着丈夫从苦到甜，但这个丈夫却不可能成为后者，因为看一个男人是否靠谱，不是看他的物质条件，而是看他有没有希望。很明显，眼前这个男人让人窒息，看不到一点点走下去的希望。接着涂磊老师说道，一个男人的关键时候就是2种时刻，一种是春风得意的成功的时候，一种是落魄的时候，不成功的时候。如果一个男人在落魄的不成功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是不珍惜你，是把所有的气都在你身上发，不懂得你与他共患难的艰辛，那么他将来也万万不会在成功的时候去珍惜你的付出。
涂磊老师表示，现在22岁的女孩小刘还年轻，看到了事情的严重性。要是等到生完孩子年老色衰时，那时候后悔都来不及。一个男人不珍惜你的付出，难道他成功发家的时候会看重你的不离不弃吗？所以对这种男人不要抱有任何期望。接着怒斥到男子做的这些个事儿，没有一件是丈夫应该干的事儿。刚才徐伟说你没有底线，你也确实太不把自己当人了。别人不把你当人，你要自己把自己当人看。一个女人在男生最困难、最低谷的时候，放弃自己的舞蹈事业，拿自己的钱去帮他看店做免费长工，还做家务，还有被打被骂，没有得到一丝丝的宠爱，反过来还是男子的一步步紧逼。你说跟着这样的男人真的会有希望吗？如果是屏幕前的你会怎么做？如果此时不提出离开，害了他，更加害了自己。涂磊老师苦口婆心说了这么多，希望女孩能够人间清醒。一个男人面对压力不是拿来虐待身边人的理由，需要学会成长，矫正自己的价值观。而一个女人爱一个人7分足矣，留下3分好好爱自己。除了父母，世界上没人会心疼你。最后，女孩选择原谅了丈夫，希望他不会为自己的选择而后悔，也真心希望男生经过节目组嘉宾老师的话，能够对妻子好一点。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期再见。